干什么？我看到了，大惊小怪。你居然跟一个40多岁的寡妇搞在一起！怎么着？几个月不让我碰，我还得为你守身如玉不成？你这个混蛋！你不是说过一生一世只爱我一个人的吗？这种鬼话你也信？小孩子吧，我当初娶你啊，就是想为了做杨氏集团的驸马爷。你倒好，一声不响就从家里离开，一分钱也不带，害得我全家被封杀，我这个工作也丢了，还要住这种破地方。想让我对你好啊？可以啊，打电话找你妈，拿多点钱来。这就是杨氏集团的掌上明珠啊！都过去的事啊，现在嘛，见。以后缺钱跟姐说。啊！姐，我送你啊，姐。喂，妈。喂，你说什么事儿？我好像要生了。生了？这卫生院就在巷子口，你走过去就行了，多大点事儿？大乔，走。喂。黑色的背后是黎明，以为来日方长，所以别把梦吵醒。你这大出血得去大医院呀！时间它继续飞行，下一站机场而来，拥抱你的我和瑞文是真心相爱的，求您成全我们吧。糊涂！小景书是何等的人物，他跺一脚，花城都得震3震。你嫁给他，你就是花城的第一夫人。你倒好，非要嫁给那个所谓的高瑞国。可我爱的是瑞国。他那些都是骗你的。婚姻本来也讲究门当户对。我告诉你，你嫁给谁都不能嫁给那个凤凰男。你这是歧视！你不就是嫌他穷吗？我愿意跟他一起过苦日子。爸，你的养育之恩我感恩戴德，但我要的不是门第，要的是爱情。你今天出这个门，就永远不要回来。杨若琳，你早晚会后悔的。妈，我也好饿。干嘛？生个丫头片子还让我伺候你啊？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，都是高价的货啊。难道你一样吗？这儿子是根，这个丫头就是个赔钱货，真没用，连个男孩都不会生。可是妈，我不吃饭，我就没有奶喂孩子了。规矩忘了，厨房吃去。高家女人不上桌，这是常识。我妈熬了一辈子才熬到上桌吃饭的，你以为自己是谁呀？真是活该！一脸贱样，真是恶心。瑞博，
给点钱买奶粉吧，女儿快饿死了。说会给宰下来，对吧？可是我没有吃有油水的东西，没有奶呀。怎么着？嫌我们高家没有好吃好喝的伺候你是吧？这么些年在我们高家白吃白喝，要过你一分钱没有啊？想要奶粉也行，给你妈打个电话，只要要到了钱，什么东西都会有的。打吗？别打，我没脸打。贱人！日佛，你别走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我为你付出了一切，不能这样对我。本来娶你啊，是想让我高家荣华富贵的，可是你看看现在住这种破房子，大小姐，我呸！你呀，就是命好，有个实力雄厚的爹妈，还有个极品大佬未婚夫，下有萧静书，你就是华晨的华靠，一辈子锦衣玉食的命，吃不完的山丹。这一天天的好吃懒做。我生孩子那会儿啊，我3天就能下地干活，不像你躺在这里生气。杨家有你这么个媳妇，真是倒了8辈子霉了。肩不能担担，手不能提篮的，人家那屁股大的还能生个儿子呢。赶紧起来，去把客厅里地给我扫了。别在这碍我眼，滚一边去！小莲啊，爸，我来扫吧。你干嘛呀，爸？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放开！你爸今天啊，我去，反了你了啊！还敢咬我！别瞎说！哎，你们这干嘛呀？没打扫院子呢，人偷懒呢。孩子这2天奶也不吃，水也不喝，然后帮我看一下。这孩子不足月，天生体质弱，估计有什么先天疾病。你们这地方小，你赶紧带他去大医院看看吧，再晚了恐怕来不及了。玉伯，我救救孩子吧，她也是你的女儿呀。哎呀，拜你杨家所赐啊！现在我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了，哪有钱？爸，怎么说她也是高家的后啊？哎呀，这胎里带的病啊是最难治了，咱家哪有钱去大医院看？就一丫头片，算了，别看了，死了好生个儿子。不，贾球，你快帮我劝劝爸妈，我不能不要这个孩子。我也是个丫头片子，哪管得了爸妈呀？你们怎么能这么过分？这么说，他也是高家的后啊？哎呀，行了，啰里啰嗦的，烦死！哎呀，隔壁还3缺1呢，我打麻将去了啊。哎，啥斗地主？哎，还有谁？来，
宝宝不哭，宝宝乖。好烫，我怎么烫？这怎么下去？孩子，你一定要坚持住，妈妈这就带你去医院。小姐这是何苦呢？熬成这样也不肯打电话求助。送小姐回杨家吗？不，把孩子送去医院后，送小姐回高家。我没听错吧？他们把小姐虐待成这样，你不是恨不得灭了高家，怎么还要把她送回去？这丫头生性倔强，不喜欢旁人替她做主。我要让她彻底醒悟，她自己种的苦果，必须自己吞下。只有苦过了之后，才会涅槃重生。等她想通了，我不介意将高家挫骨扬灰。这卡里有200元，买你高家的孙女。怎么，嫌钱不够吗？够！反正是个半路，我的孙女。对，你们要是喜欢呀，尽管拿去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不要！快救救我孩子！快救救我的孩子！孩子呢？我全给你，我拜托你，我的孩子呢？妈，你们有没有看见我的孩子？别找了，死了。不可能！我不相信，他怎么可能会死呢？你们还我的孩子！哎呀，你发什么疯啊！我说死了就死了。他没骗你，昨天晚上发高烧是我没的。算是死了，也要看到他的尸体。我把他扔到后山上去了。后山。哎，别找了，都这会儿了，早被那些狗叼走了。你到底去哪了呀？都是妈没有照顾好你，爸。哎，我终于醒了，怎么搞成这样才给家里打电话呀？高瑞国那个混蛋是怎么对你的？就说你现在一身的病，还严重营养不良。爸，我错了，高家那些人根本没有把我当人看，我当时就应该听你的，我嫁入高家，我该死，我真该死。好了，你别说了，孩子，你受苦了，不管怎么说，回来就好。打扰了，师叔啊，你是来看玲玲的吗？我还带了一点东西。我知道玲玲之所以爱上高瑞国，是因为高瑞国曾英雄救你。不过我已经调查到他请人演戏的证据，他当初是故意设局来勾引玲玲，以达到他攀附权贵的目的。不过玲玲又倔强的与杨家脱离关系，伯父
你又找人封杀他，所以玲玲在高家的日子才会这么难过。这个混蛋算计到我们杨家头上来了，还把玲玲害成这样。我现在就找人收拾信告他。还有，玲玲，你必须跟他离婚。不，我不离婚。你，我要亲自回到高家复仇。我要高家的人一个一个全都不得好死。你那媳妇死哪去？好几天都不沾家，这家务都没人做。这完蛋，连个媳妇都管不好。行了行行行，等到我看看怎么收拾。收拾谁呀？你上哪鬼混去了你？敢打我你！我回杨家了。你不是一直想让我回去问我父母要钱吗？这张卡里有300万，我现在依旧是名副其实的千金大小姐。你真的有钱啊？哎呦，你看，哎，咱们玲玲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哎呀，你看你穿这么高的鞋，累了吧？歇，快坐下。来，走，快坐。我是回来了，不过这高家的规矩得重新定一下。没问题。高家这破屋烂瓦的，以后还得靠我。这规矩由我来定，没问题吧？这规矩由我来定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那好，以后我站着，你们就不许坐着。我不吃饭，你们谁都不许吃饭。我在这桌上用餐，你们都给我滚去厨房！哟，这是要骑到我们头上啊！姚玲，怎么跟妈说话的？钱给他。嗨呀，我们玲玲可是千金大小姐，这个规矩有什么不行的？妈同意。对，嫂子，以后呀，咱家就你说了算，我以后都听你的，没意见。行，我就听你的啊。那我也同意。怎么把卡拿回去了？我立的规矩，你到底答应不答应？答应了。你那卡。高瑞国，你真贱啊！听说你那受气包回杨家了，现在有钱了，还往姐这跑。哎，那小丫头哪有姐这种风情万种的，对吧？杨家可是有权有势，你就不怕他对付咱们？敢，我削了他！我跟你，这外头这么小，出去看看。哎，你要干什么？捉奸！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我过来买点东西。是吗？你怎么还往姐这跑呢？那死丫头去了，哪有姐这么风情万种？你怎么还往姐这跑呢？那死丫头去了，哪有姐这么风情万种？什么时候在我身上放的窃听器啊？敢打我？背着媳妇搞这种烂事儿，我还打不得你啊！有本事你还手啊！马小柔，听说你的儿子在市委上班，正在进修科长。你说他要是知道他有一个这么道德败坏的妈，他在市委混得下去？杨道林，
没必要搞成这样吧？要不我现在就给你儿子打个电话。这么精彩的一出好戏，他怎么能错过呢？求求你，不要不要！要我饶过你也容易，替我教训高瑞国。要我饶过你也容易，替我教训高瑞国。连你也打我？我也是受害者，都是他用强的。谁用强的啦？你个臭流氓，都是你缠着我！臭流氓，都是你害的我！打得好，打得妙，打得呱呱叫。儿子，你没骂解释，听我解释。我没你这样的妈，一大把年纪了，还和个年轻人瞎搞，还是个结了婚的。自从爸走后，你是贱的连脸都不要了。你不要脸，我还要。以后别让我来警察局证人。不是这样的。如果因为这件事丢了工作，我这辈子都不原谅你。是你。干嘛这么看着我？是你自己要闹到警局的，又不是我给你儿子打的电话。少在这装腔作势，你不就想看到我这样？我这个人恩怨分明，我和你是有过节，但也不至于到这种程度。高瑞不乱搞的那天起，你就应该知道事情会有什么样的后果。不过你杨家有的是办法，早遮掩不住。你有什么条件？我要你离开华城，再也不想看见你的铺子，我会找人收了。这些钱够买你的婚，我要你今天就离开。记住，杨氏集团的掌上千金不是你想惹就能惹的。你说话呀！你家伙的你！钱呢？你怎么不说话呢你？妈，咋子？儿子，这没法过了！你爸把咱家的钱偷去输光了！啊？我哪知道呀？你都不是赌场合起来骗我的钱吗？你不知道，那叫骗你！我问你，我藏在床底下那个卡都被你输光了，还没是我的钱呢！你的钱？在高家的钱，那都是我的钱。怎么能是你的钱啊？我把外汇打输光了！什么500万？人家不是只有卡里给300万？你媳妇给你300万，还有没孙女200万，总共500万，被他输光了，这没法过了。那是我的钱！你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我的钱呀！别打了，妈！这是我的钱！儿子，哎，儿子。哟，家里这么热闹，小的已经根据萧爷的吩咐将钱拿回来，还顺利吗？挺顺利的。高富贵就是个好逸恶劳的蠢货，稍微给点甜头就上钩了。不光输了那些钱，这不连房产证都抵押在我这儿了。干得好，小姐一个人在高家不容易，我要你助她一臂之力，萧也会记得你的好。小的明白，小的这就去办。萧炎，你交代的事情已经办妥了。继续在那边看着，不要再让怒受一点委屈。是，萧炎。都说说吧，你们这是要闹哪一出啊？媳妇儿，你就帮帮咱们家吧。你爸让赌场人给坑了，把钱全部都输光了。
这才刚到手的钱就已经输光了。你爸不是被赌场人给坑了吗？这钱到我赌场手里，我也没什么办法。媳妇儿，你不是还有那么多钱吗？你就保合着吗？你是想让我给你们填坑的？哎呦，这不都是一家人吗？什么你的我的了？那我要是不帮呢？那你还是高家的人吗？高富贵，欠债还钱！高富贵，欠债还钱！姓高的，赶紧还钱，不然今天我就依约收了这房子。你个糟天杀了啊！你把那房子也输掉了啊！老板，老板，再痛痛了啊！没得商量，要么还钱，要么全部都给我滚出这个房子！兄弟们，别，田老板，那个我爸他欠您多少钱啊？还差200万，就是卖了你这破房子，不够。你！哎呀，媳妇儿，你看我们高家被人家欺负成什么样了？你看看。那是傻嫂子，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们高家了。刚才妈不是还说我不是高家的人吗？哎呀，媳妇儿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记仇？杨老李，你是要看着全家流浪街头吗？是啊，媳妇，这公公出事了都不管，这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啊！肖老板也不见，杨小姐可是贵人。如果杨小姐发话，我倒是能给几分薄面。杨小姐，您说该怎么办？这钱我可以出，不过事情不能算，连小孩都知道做错了事情需要受到责罚，何况这么大的事情，全部都给我归到院子里去，不到明天早上不许起来。跪直了，都别给我有气无力的！你们是没长骨头吗？哎呀，怎么了？他就让我们这样跪着吗？是啊，哥，要不你去说句话吧。哎呀，快去，你爸老要受不了了。行，我去求他。哎呀，给我跪直了！不到天亮，谁都别想起来！走啊，能走了，妈，爸，怎样？起来，起来！哎呀，没事。哟，都跪完了，都跪完了。杨仲林，你嚷嚷什么？对于刚刚拯救了高家的恩人，你就是这个态度。赎回来了，赎回来了。哎呀，谢天谢地，谢天谢地！来，吃饭。你们都忘了高家的规矩了吗？这里没有你们的位子，滚到厨房去吃。警告你别欺人坏事啊！儿子，算了，厨房就厨房吧。还是咽不下这口气，你去找他。儿子，咱这房子刚保住，先别惹他。难道就这么由着他？那电视里都说了，这小不忍呐，则乱大谋。先顺着他，咱想办法呀，把他卡里的钱给骗出来。
在一不做二不休的往上逼。是啊，他家有几十亿，等咱有钱了，咱还怕他？还是妈高明了。那小贱人好哄得很，要是我加点甜言蜜语，这事可能就成了。哎呀，儿子，这个事啊就交给你去算了啊！还是妈高明了。吃饭吧，快饿死了，吃饭吧。儿子，这个事啊就交给你去算了啊！还是妈高明了。吃饭吧，快饿死了，吃饭吧。白米饭也是要花钱的，总不能你们全归我养吧？我给你们找了份工作，明天你们都去报道吧。国车小弟，保洁，当房公主，我搬运工，让什么？就让我们干这个，是不是搞错了？你想干什么？文凭、时间经验没有，你要有我这个经理的位置给你做。哎，我们可是你老板的家人，你这样安排不合适吧？去把杨若琳给我叫下。你们只有耍横，那老板可是人中凤，就算给你们个总统，能做得了吗？行，就那么地吧。赶快站岗！肖老板来了，快，里面请。愣着干什么？肖老板车给停好。慢着，把这停那里。这么多位置非得停那吗？怎么，你这个泊车小弟还学会拿下？这么多废话，叫你停你就停，抓紧时间停过去。肖老板，别生气啊！人这泊车小弟应该少干点。像这种废物，不就会查你？这么小的位置怎么停呢？你这不是刁难人吗？我刚刚提的车就被你刮了，不吉利啊！再牛逼还不是被我抢了女人？别以为能被你手段骗走的诺就可以洋洋得意。我告诉你，不过还在后面。肖老板，肖老板，你相信，出了这种事是我们的疏忽，我们赔。今天你的酒水我买单。刚一出门就碰到这么个废人，真是。就你这还是老板家人，停个车都停不好，快给我滚蛋！肖老板，老规矩，安排你到私人包房。你们老板过来。我这就对通知他，说你来了。哦，肖老板来了，还是那么帅，全城第一显贵，还是个黄金单身汉呢。这要是被他看上了，就得麻雀变凤凰了。好想去他的包房服务啊！真的好帅啊！有没有见过他这样笑的？被骗得太惨，小姐是个单纯的人。是啊，一城的女人，挤破脑袋都要嫁给我萧景书，唯有她，从未挟恩求报。我听说萧爷小时候体弱多病，是小姐救了你。我那时候得了血癌，族中亲人无一配型成功，外人只有100万分之一的几率。
偏被他配上了，这算是上天注定的缘分吧。我萧劲书这条命都是他的。小野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哥，你今天来办事啊？我主要是过来看你。你最近过得还好吗？我挺好的。你总是叫我哥，你应该知道的。我从来想的就不是做你哥。可现在我已经不配了。可现在我已经不配了。你还记得曾经在这里我对你说过的话？啊，哥，这里真好玩，我好喜欢这里啊！你要喜欢，我就把这座会所送给你。这礼物太贵重了，我可受不起。你救过我的命，我萧劲书的命可比这座会所值钱多了。从今以后，这座会所就是你的了。我要把它改名为诺林皇家会所。真的吗，哥？那我真是太谢谢你了。看这里。那我回敬你什么好吗？不用回敬，这就当做是聘礼。我萧劲书此生非你不娶。事情已经变成现在这样，你何必还要惦记？我萧劲书一言九鼎，不管你现在变成什么，我都注重你。夏老板，请用茶。夏老板，请用茶。嫂子也在呢。你来干什么？不是嫂子让我来这里工作的吗？我当然是来接待客人。嫂子一个有夫之妇，和客人单独相处，传出去多不好听，还是我来接待客人吧。诺林，对不起。哎，夏老板，请坐，这间包房由我伺候就行了。就这么上杆子撩男人？这是人家的本职工作，当然是要接待好客人。好，那我就成全。进来。平日里你工作也算辛苦，特意给你点了包房公主，好好享用。谢谢萧爷。夏老板，小美女，哥哥会好好爱你的。这就是你拖的地啊！经理，今儿不把地拖得像镜子一样干净，工资全扣。什么玩意儿？真往我下面看！小唐啊，哎呀，我跟你讲啊，我可是你老板的公公，要是真那个啥，哎，你别一嘴，我跟你说。啊！你不要脸呢你！你别说人家了，是我骚，你说他干嘛？你骚，你还有脸说呢？你还打谁说了？你个泼妇！哎，3000了，就这么个破罐子要3000了，你这开玩笑呢吧？这可是元代青花瓷，我们是有鉴定书的，你说该怎么办？哎，这么贵的东西你会摆这儿的？我们这是皇家会所，值钱的东西多了去了。我不管，要赔也得把你老板找来吧。是得找老板，这不是小事情。你给老板打个电话。他们要是不赔的话，就报警吧。该抓人抓人，该坐牢坐牢。我最多只能帮他们请个律师。好，是。老板说了，必须报警，但是他们可以给你找个律。
报警？哎，她可是咱的儿媳妇啊，还不会这么绝情吧？是啊，这都是一家人，他不会不管吧？给我吓唬的很。都怪你，律师，我们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啊？很难办。损坏公共财产，法律规定是必须赔偿的。不过什么？赔偿金额按责任划分，商家把这么值钱的东西摆在了公共场合，应该承担一半的责任。赔偿的话，一边一半，应该差不多了。一半啊，一半也要700-800万呢，我们哪有这么多钱啊？如果不赔的话，恐怕是要坐牢的。会坐多久啊？数额如此巨大的话，应该要30年吧。30年？30年啊！你咋能吓唬我爸爸？你认为我只是在吓唬？3000多万的青花瓷摆在包房，30年的牢饭，你是看他们没见过世面，好欺骗吧？没错，确实值不了那么多。不过，就算10几万的古董，你家照样赔不起。凭我杨家的实力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他们多吃几年牢饭。然后你就这么恨他们？对，这些年我在高家受的罪，我要一点一点的还回来。你要怎么才敢帮我们？跪下来，求我。别太过分了。我过分？当初我跪下来求你给孩子买奶粉的时候，你是怎么对我的？我跪下来求你救救孩子的时候，你又是怎么对我的？今天你不跪下来求我，就等着看你爸妈完蛋吧。好，我跪。求我。我求求你。大声点！我求求你！都是你！你要是不推我，我能抓住这个宝贝吗？你冲进来就闹事，还怪到我头上来了。你跑这种地方干坏事，我能不来吗？啊，要坐牢啊？你去坐！凭什么，臭婆娘？要是要坐牢的话，你去。凭什么？你来这儿干坏事，你要是我能来吗？你个遭天杀的啊！30年呢，30年大牢的牢饭，你在监狱里度过了你。泼妇！笨蛋！遭天杀的！泼妇！你不是人，都是你干的坏事，你去坐牢。哎，律师，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不要坐牢啊？如果不赔钱的话，最多能保住一个。能保住一个？如果罪名由一人承担的话，另外一个就不用坐牢了。律师，那花瓶子是那个死老头子砸碎的，跟我没关系。你跟我说没有用啊，得法官信才行。那怎么才要法官信呢？多收集一些对方的丑闻和劣行，让大家知道他的品行败坏，这样大家就心里不会信他。好，大家都来看呐！你过来呀！我来跟你说，高富贵这个王八蛋啊，他是个道德败坏的人呐！我告诉你，他在92年公家藏匿的证件都被你去卖了，当时就被人抓住了，被墙角蹲了好几天呢。你看看来，来，被打断了。还有08年啊，赌博现场啊。又偷又嫖又抢，还是吃喝嫖赌，还样样都干啊！你看看来，看来。王桂花，王桂花，你个死老婆子，你都说什么呢？是他就是高富贵，他是个不正经的人，个老不正经，目中头戴个大耳环，他都说是美女，还见过就上的，裤裆里跑大骚的，老骚货，就是他就是高富贵。我掐死你！我掐死你！
我掐死你！掐死你！什么？王桂花进医院了？高富贵推的？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就过来。爸呢？已经被警察带走了。这可怎么办呀？爸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呀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妈要是救不回来，爸就会被指控杀人。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你不是答应过我不害他们吗？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你不是答应过我不害他们吗？高瑞博，你搞清楚，爸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行的凶，遍地都是证人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不找律师吓唬他们，会发生这种事情？你这是欲加之罪。我跟你说，如果我爸妈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要你不得安生。好大的口气啊！你没事吧？你给我再敢动洛林一根手指，我要你全家不得安生！强老板，你救救我爸妈吧！现在只有你能救他们了。我原本带薛院长过来，就是为了救你妈，可你哥……薛院长是华城最有名的那个薛院长。没错，你妈伤势太重，有他在才能十拿九稳。救我！救我！可以，给诺林磕头认罪，给诺林磕头认罪。有劳了，薛院长。向老板，谢谢你。不必，救你妈只是为了不让她死得太容易。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我不过来，你会被他们欺负死的。我知道你想要的不是杀人，而是诛心。你想要高家人悔不当初，抱憾终身。你婆婆如果真的死了，你也不会好过。诺林，你什么时候才能放下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你心里越恨，就说明你越在乎。你将这恨装在心中，折磨的不仅是高家人，还有你自己。诺林，我还在等你，等你想明白离开高家的那天。不，我不知道你对我这么好。我爱你和配不配，值不值得毫无关系，这是我个人的意愿，而且这个意愿会贯穿我一辈子。我说的这个一辈子，不是指你的一辈子，而是指我的一辈子。可惜我没能早点明白，现在已经出错误。诺林，孩子你在哪？我的孩子啊，妈妈不会丢下你。我当初娶你啊，就是想为了做杨氏集团的驸马爷。怎么，生个丫头片子还让我伺候你啊？这个丫头就是个赔钱货。身上瑞博，快救救孩子吧！哪有钱？
下一站起床门外，拥抱你的背孩子，影。你一定要坚持住，妈妈这就带你去医院。别找了，死了！昨天晚上发高烧是我没的，我把他扔到后山上去了。别找了，都这会儿了，老子明天不就走了？闭上想念的眼睛。我知道你想要的不是杀人，而是诛心。你想要高家人悔不当初，抱憾终身。你婆婆如果真的死了，你也不会好过。如果云层是天空的一幅戏。其实小雪放不下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孩子，我们要不要把真相告诉他？不，孩子的情况现在还不稳定，与其告诉他让他担惊受怕，还不如先不要告诉他。薛院长，孩子还需要多久才能痊愈？孩子在胎内受过太多的重创，所以留下了很多后遗症。要想治好，并非一朝一夕。这高家人真不是东西，小姐怀着孩子也要受他们虐待。薛院长，我不是请求你，而是要求你必须想尽一切办法给我治好这个孩子。只要你能治好这个孩子，萧家欠你一个人情，只要不违法乱纪，萧家有求必应。萧爷，如何？既然萧爷如此诚心，那我定当竭尽所能治好孩子。好，多谢。对了，那个老太婆的情况怎么样了？她就有几处骨折和挫伤，她最重要的致病原因还是因为头部的问题。诺林所受的苦难，她还要一一偿还。林所受的苦难，她还要一一偿还。我定当尽力的帮助萧爷。萧爷，如果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萧爷，你对小姐的良苦用心，迟早会感动她的，她肯定会迷途知返的。妈，你就原谅爸爸，只要你签一份谅解书，爸这个要判就会轻判。什么？让他出来就打死我啊！他哪敢呀！娘吃了那么大的亏，妈，你就这么看咱们一家四分五裂，还岂不是让姚梦玲那个贱人正中下怀？哎，说的有道理，咱不能让那个贱人得逞。你们在说哪个贱人啊？你来干什么？我来传达一下爸的交代。交代？什么交代？传达一下爸的交代。交代？什么交代？我刚刚去警局看过爸，爸让我替他宣扬一下妈的光荣历史，我刚好录了音。妈，你要不要听一下？什么光荣历史啊？你是来挑拨离间的吧？妈，不要听。什么挑拨离间？手机录音还能做得了假？不想听就算了。哎，我听那个老不死的说我什么？妈，哎呀，你别闹，事关隐私，妈，你还是自己听吧。爸对妈宣扬他丑闻之事耿耿于怀，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对外宣扬了妈很多不光彩的事情，我听着都可柴。不过我哪能真的往外宣传啊？都是高家人，还是妈你自己做决定吧。这个老畜生啊，让他蹲牢蹲死吧，让他去死吧！我告诉你，我这一辈子我死了都不会原谅他，都不会签什么谅解书。这个老畜生不是个人呐！妈，哎呀！王莫林，你是故意的吧？这个见死不救、落井下石的贱人！难道你们高家没有做过见死不救、落井下石的事吗？看来他最近动作不少呀，你们高家快要完了。等他一回来，我就觉得不对劲，他果然是来报仇的。我只跟他有点小过节，
他就弄得我在华城待不下去，像过街老鼠一样成天在阴沟里躲着。你们高家把他当做受气包，连孩子都做没了，还会怎么对付你们？赶紧多备几副棺材吧，我是绝对不会坐以待毙的。他想扳倒我，那我就要先下手为强。小兰，你认不认识人道上的人？你想做掉他，不然等死。行，我找人，费用我们1人1半。妈的，真把老娘当小老鼠一样拿捏着。喂，他出发了。醒醒！你想干什么？你真以为自己是千金大小姐就了不起了？一句话就想让我马小龙身败名裂、灰溜溜的滚出华城？到底想干什么？这里是市郊，很偏僻，我把你剁了，埋了，都没有人知道。不过，我不想这么便宜你。在你死之前，好好享受吧。你在干嘛？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少爷，不好了，小姐出事儿了，这是道上青爷打来的电话。喂，少爷，有人报大警，报大警是杨小姐，他们和2个人小别这儿一个宿舍，我寻思这事应该是不放心。什么？赶紧让他们停手！手机关机了，联系不上。地址在哪儿？郑州。少爷，不要过来！坑齿轮流转，什么千金大小姐，待会儿不过是人人可骑的破布娃娃。人呢？废物，连个女人都看不住。臭婊子，休想逃跑！看老娘撞不死你！陆离，支书，支书，你醒醒，支书，你不要吓我，支书，支书，少爷，你不要吓我，支书。总是苦涩，快叫救护车！金叔，我委屈太多，无可奈何。小姐，你也受伤了，随我去包扎一下吧。我不走，金叔还在这里。放心吧，少爷一定会出来的。要是金叔醒不过来怎么办？要是他醒不过来怎么办啊？都是因为我，都是因为我，金叔才会这样的，都是因为我。小姐听我说，萧爷一定会挺过来的，他心里还记挂着你，他不会忍心离开这个人世的。而且薛神医也进去了，他一定会顺利出来的。不要让他出了病房还在为你担心，好吗？你去包扎。没有承诺。少爷这次伤太重了，得亏减回条命，要醒过来还需要一段时间。少爷不会一直这么睡着的。我疏通了他所有的血管，醒过来应该能醒过来。应该？
他的人受伤太严重了，我也得手足把握。这都发生这样的事情，犯人抓住了吗？昨晚就抓住了，已经送去警局了。不过据调查得知，幕后主使除了马小龙以外，还有一人。谁？高家燕，是他。小姐，怎么处置？我吩咐下去。我亲自去。从来都是他保护我，现在换我来保护他。不对，竟然联合马小龙绑架人物，亏你想得出来！是为咱爸妈报仇，你能想看他毁了咱们高家？爸妈的事他是有责任，但不完全是他一个人的错。哥，好奇怪，你现在居然为这个贱人说饭，难不成你对他还有余情未了？再怎么说他也是你嫂子，你让一个绑匪去侮辱他，这不是往我头上戴绿帽子吗？那是马蓉的主意啊！而且，你那绿帽子早就让萧敬书不认识。萧敬书为了他连命都不要了，你敢说你一点感情都没有？谁信？咱们家当初那么对他，连孩子都死，你以为他还能爱你？所以呢？所以你就联手马小龙去绑架他？没错。现在交进出重伤不明，马小龙也入狱了，你觉得他们两家会放过你？现在交进出重伤不明，马小龙也入狱了，你觉得他们两家会放过你？在华城，他们两家就是天，懂吗？警察不抓你，你觉得你跑得了吗？那怎么办，哥？现在知道害怕了。赶紧走，离开华城，越快越好。我走了，你怎么看？高家燕人呢？走了。走了。对，我们曾经都是一家人，放过他吧，好不好？一家人？你们有拿我当过一家人吗？除你们对我的孩子见死不救的时候，我们是一家人吗？你们对我的孩子见死不救的时候，我们是一家人吗？高家燕他买凶杀人的时候，怎么不说是一家人？过去的事情你让它过去不行吗？过去，萧敬书到现在还躺在病床上，过不去这件事情。萧敬书，又是萧敬书，你喜欢他是吧？对啊，我就是喜欢他，怎么了？嘿，真是个不守妇道的贱人！现在你跟我贪妇道，当初我舍弃一切嫁给你高日伯的时候，你有珍惜过吗？你死在你们高家，算我走运，跟我贪妇道，你配吗？别以为高家燕躲起来我就找不到他。高日伯，你给我记住了，只要萧敬书一天不行，我就和你们高家你死我活。你来干嘛？我来看你死没死。哼，少吓唬我！萧敬书没死，我最多几年就出来了。你儿子已经被市委踢出局了。你动了他？我不仅要动他，我还要一点一点的逼他到走投无路。杨诺林，我俩之间的恩怨，不要波及他人。有什么冲我来？既是我俩的恩怨，为什么要波及到萧敬书？好好坐牢，出来后等着给你儿子收尸吧。杨诺林，我要杀了你！就凭你，能做什么？蝼蚁就是蝼蚁。
你别走，求求你别走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求求你放过我儿子，我出狱后我立马离开华城，求求你放过我儿子。杨努力，你不得好死！小姐，您看怎么处置？小姐到现在还躺在床上昏迷不醒，我说了不算。他可是华城的顶梁柱，这些年你们是他的庇佑，日子舒服了不少吧？现在他的这一倒，你们的生意也会受不少影响吧？该怎么样不用我说了吧？杨小姐，我这就非学他们俩一人一只手，把他们逐出帮派，不准任何人收留他们。滚！你们俩最好祈求萧爷今天能醒过来，要不然我就剁了你们俩去喂狗。走。杨小姐还有什么吩咐？帮我找一下这个人。好的，我现在就发布海捕令。机场和客栈到处都是黑帮的人，只能坐长途汽车了。杨诺林那个贱人居然像疯狗一样到处抓我，不行，整天打个网约车。是小荣姐的儿子吧？哦，我见过你照片。小荣姐说你住在这附近。你是谁？哦，我叫高佳燕，是你妈的朋友。我最近遇到点麻烦，看能不能帮帮我。高佳燕，你就是联合我妈绑架杀人的那位。啥绑架杀人？话别说那么难听，都怪杨永林那个贱人，他太可恶了。我们只是找人教训教训他。把萧家当事人装成重伤，这就是你说的教训？我听说他们现在到处都在找你，你一定是走投无路了吧？看在你妈的面子上，你也得帮帮我呀！我现在手机钱包都丢了，连吃饭都出不起了，至少给我点钱让我吃顿饭吧。看在我妈的面子上，她坐牢，你都逍遥法外。她现在死了。什么？说她现在死了。啊！我说她现在死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萧荣两家就算再厉害，也不可能冲到狱中去杀人吧？他们要谁死，还用冲到狱里去杀人吗？他是自杀。自杀？自杀？他自杀前，杨诺林去狱中试探过他一次。杨诺林，对，杨诺林，他要报仇，他要报仇！不行，不行，我离开华城！你现在就要送我离开，我必须要离开华城，留在这里我会死的。拜你们所赐，我的人生也毁了。你现在还让我来帮你？你不能走，能帮我的只有你了。他们监视了高家，我回不去了。能帮我的只有你了。你们策划绑架的那天，就应该想到会有今天。不。杨诺林杀了你妈，为了你，怎么放过他们？你这个窝囊废！自会找他算账。不过你，我要是你，我就找个高楼从这跳下去，也会死得痛快点。在监狱自杀了？他打碎镜子，用碎片割腕，在墙壁上写满了血书，都是控诉你的话。小姐，他是想以死引发舆论，不过好在我已经将消息封锁住了，别担心，小姐。
好，我知道了。不过他在墙上写了很多有关他儿子的话，目的就是为了逼你停止对他儿子下手。他儿子那边还要继续吗？停手吧，冤有头债有主。马小龙已死，我和他儿子并无过节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对了，静书他现在怎么样了？少爷还是老样子。静书，你什么时候才能醒来？马小龙，你的仇人。心里却一点也不畅快。当我听说他在狱中自杀的时候，我的内心很纠结。再坏，那也是一条命啊。其实我不明白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害人，为什么他们总是要逼我？为什么要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？为什么不能给我一块净土，让我平静的生活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有那么多居心叵测的人不断的算计我、迫害我，让我痛苦，让我不得安生，让我不得不手染鲜血？为什么？静书，你什么时候才能醒啊？没有你，我真的好辛苦啊！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醒啊？我已经死了，下一个就轮到你了，下一个就轮到你了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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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谁呀？啊，敢来我们地盘打啥？是你？好啊，13八，居然是你！你们想干什么？想干什么？我们被你们害得好惨，被逐出了帮派，只能在这里当乞丐。你说我们想干什么？哎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都是姚怒林那个贱人搞的鬼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都是姚怒林那个贱人搞的鬼！别打了！你还敢去杨若琳啊？这不是树里蒙骗，人都不该惹的人。我们会沦到这种地步吗？啊！要是少爷醒不过来了，别说我们做乞丐，恐怕连命都没有，全是你13八所害的。救命！想跑哪儿去啊？当初你想让我们揭露杨若琳，把我们往火坑里推，现在这种滋味，你是不是也应该好好的尝一尝啊？你们不能这么对我！放过我！放过我！救命！小姐，你婆婆出院了。我知道了。还有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很凑巧，你公公在狱中中风瘫痪，现在被保外就医，已经送回高家了。这倒是一件好事儿。想必高家现在应该很热闹吧？小姐想回去看看。我怎么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呢？疼啊！你个死老头子啊！你怎么不死在监狱里算了？你还回来？我还被你打得一身疼呢，还让我伺候你？疼！疼死你，活该！哎呀，你说我这辈子都做了什么孽了啊？就伺候你了。
死在监狱里就算了啊，你还弄什么保外就医？哎呀，快把老子药给拿来！死老头子啊，你都这样了，你还对我吆五喝六的，我还伺候你呢！啊，疼，哭天喊地的，烦死了！去外面过去！你给我起来！你给我起来，上外面！起来！你给我起来，上外面！妈，你在干嘛？妈，你这是干什么啊？儿子，我这一辈子就连少着你爸的气，我整天在外面沾花惹草，回到家里还对我吆五喝六的。嫁给他，我就没想过一天的福，都老了，还把我打成这样，我浑身疼。我疼得我一整夜的睡不着觉啊，儿子！他这人生成这样了啊！他还要叫我一把水一把粮的伺候他！你做梦去吧！我要把他给扔出去！妈！哎呀，怎么都是我爸！他都已经这样，你把他扔出去，他怎么活啊他？他爱怎么活怎么活！这样你把他扔出去，他怎么活啊他？他爱怎么活怎么活！让他回监狱里去，监狱里没人接，就让他死在里头好了。妈，咱们高家都已经这样了，你看爸现在这样，妹妹也流落在外，咱们高家要拧成一股绳啊！不要再内斗了，行吗？反正我不给他管了，我要把他扔出去。儿子，看，妈，儿子，儿子，没事。我们往后共度难关，你就放过爸爸。暗夜凝视褪色的风景，谁在哟，这是演的哪一出啊？暗地暮雪和潮汐。你个丧门星，你还有脸回来？门星，你还有脸回来？有人提醒我，我好歹也是个高家人，怎么？难道我就不能回家了？呸！你把高家害成这样，我没找你算账的。我把高家害成这样，你住院是我弄的，公公中风也是我弄的，就连高家燕现在像个过街老鼠一样到处逃，也是我弄的。你还有脸提燕子啊！我告诉你，他在那里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你看我不死了你！你想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要是敢动我一根手指头，等我找到高家燕，我一定10倍奉还给他。啊，我来跟他谈谈。你要回来干嘛？当然是回来看热闹的。我们高家已经变成这种地步了，你让我们到什么绝境你才满意啊？我逼的。你们高家怎么落得今天？难道要怪我一个连桌都上不了的外人吗？怎么落得今天？难道要怪我一个连桌都上不了的外人吗？要怪就怪你们高家，都是一群吃人不吐骨头的货。若琳，知道我们高家以前对不起你，但日子总要过下去吧？请走吧，就让我们好好过日子，不行吗？听说吧。高瑞博啊，你怂了？以前我对你百依百顺的时候，怎么不见你这么低眉顺眼？那时候你可爷们儿了，想打打想骂骂，怎么现在一落了下风，你就开始求饶啦？告诉你晚了，记住我上次和你说的话了吗？在你们高家没有完全垮掉之前，我是不会轻易停手的。杨小姐，高家燕找到了，
不过他现在情况有点特殊。高家叶好像遭受过非人的虐待，现在已经神志不清了。真是天道好轮回，苍天饶过谁？真是天道好轮回，苍天饶过谁？贱人！你把燕人给人了，你看我们打死你！妈疯了！医生，我女儿怎么样了？病人肝脏严重受损，如果修补不行，可能需要换肝，你们有点心理准备。换肝？风吹寒夜，换肝！凝视褪色的风景。手术费要30万，你们尽快缴费，别耽误了治疗。30万，30万，怎么那么多？因为病人不光肝脏破损，发现肠道存在室内性肠严重感染，子宫也有类似情况，必须尽快安排结肠手术和子宫清创，晚了连子宫也保不住了。我的孩子！我赶紧把费去找了吧，病人还没脱离危险期，已经送进 ICU 病房了，先1到30万还并不够呢。30万，陈高家现在哪还有那么多钱？30万呢？我找那个贱人去！我找那个贱人去！妈！给钱！30万的医药费，你一分都不能少！钱！30万的医药费，你一分都不能少！凭什么要我来给钱？人是你害的，是你搞他弄成那样的，你不得给？我没钱，不给，滚出去！你怎么说话？你死贱人，这么跟你婆说话？好，打我是吧？你这是吧？没点同情心是吧？像你们这样的人，哪怕到了求人的时候，还不肯低下你们高贵的头颅，需要别人跪着把钱给你们，你们才愿意。凭什么？世界都要围着你们转吗？谁有同情心都可以，但偏偏我杨若琳不行。他高家燕买凶杀我，害得萧静书到现在还躺在床上昏迷不醒。现在他出事了，凭什么要让我来掏钱？行，谁没几个有钱的朋友啊？不借是吧？自己想办法。儿子，没有钱怎么办呢？我会想办法。走。儿子。听说高家燕也完了，仇再也不能报了，恶人都遭到了报应。现在的高家已经烂得成样子，只剩高水婆一个人在挣扎。你放心，迟早我还是会对付他的。
最近真的发生了好多事啊，我感觉很累，总想起你以前跟我说过的话。你说将恨装在心中，折磨的不仅仅是高家人，还有我自己。你这句话说的真对，虽然我的仇报了，可是我却一点也开心不起来。不知道还能不能撑得下去。可如果我又放手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的人生轨迹早已经被他们打乱，以后我还有什么信念继续生活？锦书，你总这么睡着，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。你总这么睡着，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。喂，你有查到什么消息？好，我知道了。锦书，我该走了，下次我再来看。高瑞博大学期间长期与这几位富婆保持联系，靠他们的供养才读完大学，考入研究生。读研期间，高瑞博与导师之间关系暧昧，我们还查到他学术造假的证据。他当年窃取同学的研究成果，反过来构陷同学抄袭，但是因为导师的偏袒，最后同学被开除学籍。那位同学愿意起诉他吗？他对高瑞博恨之入骨，起诉是没有问题的。一旦案子胜诉，高瑞博必将被取消学历，或许还会面临高额的赔偿金。关键是，出了这样的丑闻，未来他的职场生涯就算是毁了，没有任何地方会收留这样的人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感谢你帮我提供的这些资料。富婆包养，学术造假，构陷同学。哼，杨墨云啊杨墨云，你到底嫁了个什么东西？当初我为什么会瞎眼到这个地步？喂，玲玲啊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爸在世纪酒楼给办了个生日宴，你想要什么礼物啊？今天是我的生日吗？这孩子，幸亏爸还记得，我请了很多名流过来，今天给你好好庆祝庆祝。算了吧，我现在没什么心情过生日。喂，玲玲，喂。喂，兄弟，在忙吗？对，我想跟你借点钱。喂，哥啊，你在干嘛？没什么，那个老弟他出了点事啊，我想找你拉一把。出什么事啊？我妹这不是出了点车祸嘛，我这刚好手头上不太够嘛，就想找你周转一下。那你保证我很快还？借多少？30万，我保证很快还。喂， 30万，我上哪找啊？这30万？这张卡里有30万，你可以拿去付医疗费。你肯借我？但是我是有条件的。什么条件？离婚。你想离婚？我们的感情已经破裂了，继续下去没有任何意义。我看你啊，是想跟萧静书好是吧？你说的对，静书他已经醒了，我不想在你身上浪费时间，所以这30万给你。从此以后我们好聚好散。杨家那么大个家族，资产上百亿，就用30万打发我，哼！想离婚啊？可以啊，10个亿，否则免谈。高瑞博，
你真的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贪心。我杨若琳嫁到你们高家，一分彩礼钱没有要，这30万已经算我对你的仁至义尽了。那我要是不离呢？你能拿我怎么办啊？要是不离呢？你能拿我怎么办啊？那我自然有办法对你。这边有你勾搭富婆的证据，有你报谢求职的证据，有你学术造假的证据，自己好好看看吧。找人查我是吧？我找人查你又怎样？就这么点破烂东西，威胁我？真的是瞎了眼，怎么会看上你这种乐色？你以为靠这些东西就能威胁我？如果我将这些证据公布出去，你觉得你的学历还能保得住吗？你以后还能再华城一族吗？我要是说我不怕呢？我劝你识相一点。要是说我不怕呢？我劝你识相一点。以我杨家的手段，想和你离婚轻而易举。我现在想跟你好聚好散，你要是不识抬举，就别怪我。200万。200万？30万不够，我爸已经瘫痪了，我妈又患病在床。燕子下半辈子就算治好了，也疯疯癫癫的，至少需要200万，才够我们家以后的开销。好，200万就200万。明天上午我们民政局见，离了婚我就把钱给你。来这里。来坐。叫我来干嘛？咱俩明天都要离婚了，今天来吃顿散伙饭不过分吧？那个时候我们谈恋爱经常来，我跟你就坐在同样的位置。高瑞博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若琳，我们2个曾经那么相爱，真的回不去了吗？你是失忆了吗，高瑞博？我嫁到你们高家，你是怎么对我的，你都忘了吗？在这装什么深情啊？没想到我在你心里我是这样的人。不然呢？你爱过我吗？难道不是你单方面的设局骗我，而我却傻乎乎的被你骗得团团转吗？我不清楚你在讲什么。当年的事情我早就知道了，你故意找了流氓来调戏我，然后假装英雄救美，钓一个富家千金，你就能少奋斗几10年了吧？尤其是像我这种豪门千金，你是这么想的吧？高瑞博，别装了，我这辈子最倒霉的事情就是遇见你，我只希望我这辈子再也不会与你相见。妈，又尿了，这一天到晚的，这不是拉他就是尿，我又拽不动他，你说我怎么办呢？啊，你妹妹又躺在医院里，那重症监护室一天就要几千块钱呢，再不给人家续住院费，都给赶出来了。哎，好了，没事了。那个我拿了200万回来，妹妹不会被赶出去的。200万？对。你哪来的200万？我跟杨若琳离了。离了？真离了？真离了。200万？他家里不就有几十个亿吗？他就给你200万？不就有几十个亿吗？他就给你200万？那钱都是他的，他要肯给才是啊。哎呀，
你说你这个没用的东西啊，200万你就同意离了啊？你看看，你爸还这个样，你妹妹躺在医院里，咱家连个大房子都没有，你这200万，你够什么用啊？哎，200万你就离了，你这便宜那个贱货了！这日子没法过了，没法过了。我儿定书不日前出刀横祸，所幸大难不死，先已出院。今天宴请大家，感谢各位这一段时间的关心。肖夫人客气，肖老板举足轻重，大家都盼着他早日康复呢。是啊，干妈，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。你看，肖哥一向惦记着杨小姐对你的一刀，这份恩情不也还上了吗？肖说的有道理，总叔，你这次为了救杨小姐身受重伤，也算是一命还一命了。以后啊，不必再觉得亏欠人家什么。妈，你说这个做什么？我也是为了提醒你，你这孩子重情，总惦记着那点恩情，别忘了，人家杨小姐可是有家室的人。是啊，当初杨小姐执意要退肖哥的婚，嫁给一个穷小子，真是亲笔金坚。听说连孩子都生了，真是恭喜恭喜啊！哎，不知道杨小姐现在在夫家过得如何啊？我已经离婚了。天哪，怎么会这样？当初你们不是闹得满城风雨，轰轰烈烈的吗？怎么，这份真爱就管这么点时间？年轻人就是这么轻浮和任性。你们说够了，诺林的事情还轮不到你说三道四。真是，不好意思大家，我还有点事，我先走了。诺林，杨有手，你给我站住！妈，你今天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你还不清楚？一人老大不小的人了。妈，我已经是成年人了，想跟谁过日子，我有自己的选择。您给我介绍的这货，我看不上。你。喂，杨诺林吗？我想跟你谈一谈。离开华城吧。让我离开华城？肖哥不是破烂货，你杨诺林想丢就丢，想捡就捡。之前你退婚，他已经成为了全城的笑柄，现在他要争取你，他就会成为一城的耻辱。肖老夫人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，你们两个根本就不会有结果，继续拖累下去啊，只会增加所有人的痛苦。我希望你看在肖哥舍命救你的份上，放他一马，离开华城，等他和我完婚之后，你再回来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再见了，小金叔。3个月，还是逃不到吗？小姐应该是有意躲着我们，她屏蔽了所有渠道，现在所有人都联系不到她，
也查不到他的踪迹。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不过我们查到，小姐失踪之前，叶小姐曾约见过他。叶潇潇。三哥，你找我？你到底跟诺林说了什么？你找我来，就是为了那杨诺林。不然，我是看在我妈的面子上才给你几分，但你非要自以为是，插手我的事情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是你让诺林离开华城的。说，他到底有什么好的？她都已经嫁人了，你还对她念念不忘的？他好不好，我自有评判，轮不到你说三道四。你要是真娶了她，你会被人耻笑的。只有弱者才会在意流言蜚语。我萧敬书做事，从来只遵从我自己的本心，从不介意别人的。叶小小，我劝你最好死了这条心。如果我萧敬书连自己的婚姻大事都无法做到，那我就不配当这个萧氏的当家。你如果聪明的话，应该知道如何进退，否则就是自取其辱。就说啊，不是叔不帮你，琳琳去哪里我是真不知道。琳这孩子性子确实太倔了，他一旦决定的事情啊，八头牛都拉不回来。就说不是叔不帮你，我们家琳琳确实配不上你，你呀，就别让你的母亲为难了。好吧，你既然这么坚持，那我帮你。什么？你确定要这么做吗？唉，我们家琳琳何德何能啊？华山大亨杨氏集团董事长即将迎来50大寿，他邀请各界名流届时在世纪酒店参加他的5期寿宴。据说在宴会上他会有重大决定宣布，欢迎各位前来参加。宴会上我会向大家宣布一件事情，这将会是我杨某这辈子最重要的决定。爸，琳琳啊，你终于肯打电话回来了。是女儿不孝，都忘记了你的生辰。没关系，到时候你记得回来就是了。我可不许推脱啊！50是整寿，爸这一辈子就是一回。再说还有一样同样重要的事情得告诉你。什么事啊？一切等你回来再说。那好吧。琳琳，你可做回来了。错了。各位，今天感谢各位来参加我的生日宴会。借着今天这个喜庆的日子，我向大家宣布一样重要的事情，还请大家为我做个见证。有请萧敬书。诺琳，嫁给我。哇，要给他，天啊，求的不是也太奢侈了吧！不愧是萧氏董事长，有这么大的手。我萧敬书在这里向大家宣布，我要娶杨诺琳为妻，此生只爱她一人，我愿意照顾她一生一世。杨诺琳为妻，此生只爱她一人，我愿意照顾她一生一世。杨若琳先前不是退婚另嫁吗？都成了二手货，萧氏董事长还要啊？看来萧家的奴才也这么可恶。琳琳，
喂，杨诺林吗？伯母，别再叫我伯母！不知道你给静书灌了哪门子的迷魂汤，竟做出这样的事情！我告诉你，杨诺林，1年前萧家的脸就被你丢尽了，现在只要我还活着，就不许你嫁进萧家，再丢萧家人的脸！原本我念在你救了静书的份上，将一切都忍了，这份恩情静书已经还了，萧家不再欠你什么。恩情静书已经还了，萧家不再欠你什么。既然你之前看不上静书，现在你也别害她。静书要娶，也得娶一个冰清玉洁的女子。我知道了，我会把戒指还给他的。 이마에 맺힌 땀방울 지쳐있던 하루 모든 걸 잊게 만드네. 少爷，小姐把戒指送回来了。什么？小姐那边也来做，老夫人是不会同意的。我知道了。诺林，你开门，诺林。静书，别再来找我了。你不要在意我妈说的话，也不要在意那些流言蜚语。在意我妈说的话，也不要在意那些流言蜚语。 可是他们说的没有错，是我杨诺林咎由自取，我还有什么脸面进你们萧家？诺林，我们好不容易才在一起，何必在意那些流言蜚语？别再逼我了，你要是再逼我，我就离开华城，永远都不回来。诺林，你说什么？竟然想让我去找杨诺林提亲？ 儿子没办法，只有您亲自去，才能打消他的顾虑。你疯了吧？她可是嫁了人、生我孩子的，你还惦记她什么？这么大的华城，竟然找不到一个冰清玉洁的女孩子吗？可我只爱她。你不要脸了，还连着你妈的老脸和家族的名义都丢尽了吗？诺林确实做过很多错事，我知道，我没资格要求您接受他。如果您将生育 看得比儿子终身幸福还要重要，但儿子也没什么好说的。告诉你一件事实：要么你这辈子没有儿媳妇，要么儿媳妇只能是杨诺林。你扫了他妈个老不死的，又尿又拉了！你死我！告诉你，你我不管了。个老不死的，不是拉就是尿，还想让我伺候你呢？你都这样了，还骂我？我告诉你，我不会再伺候你了。走吧，走吧，我们打烊了。今天走，去哪？我连家都没了，我还能去哪？ 啊，怎么了？死了，死了！爸。
啊？啊？怎么了？个老畜生，终于把你给埋了！却在南园里摘石榴，哪一个掏着闺女隔墙砸砖头？当当敲敲砸在小农家里头哟，呀儿呀呀儿哟，一呀一只呀儿哟，当当敲敲砸在小农。他妈也不正常了，高掐完了，不正常了，高掐完了。我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。喂，今天早晨高家燕被发现坠楼身亡。杨董事长寿诞当天，杨氏集团董事长萧劲书手持价值5亿的粉色之星向杨氏千金杨诺琳求婚。身处地狱，你们怎么能这么风光啊？操！好久不见，你还好吗？高瑞博，你想干什么？回到我身边来。你休想！不答应也行，不答应，今天就把你推下去！放开我！你要干什么？高瑞博，你疯了！没错，我是疯了，拜你所赐，我现在高家家破人亡，自己也被你踩进了泥潭。你想风光大嫁，怎么可能？你这样做就不怕后果吗？后果？什么后果？报警抓我，还是打电话叫姓肖的来找我？哎，也对，要不是姓肖的，你也不会离开我。毕竟一个巴掌不响嘛，还响嘛。高瑞博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想干什么？真是打电话给萧劲书，让你们做一对同命鸳鸯。蛋！你会让得逞？你放开！喂，萧劲书。你放开我！哎，往后退！萧劲书，往后退！再往前一步啊，我就把他当场给推下去。高瑞博，你不要太过分。我站着不动。高瑞博，你也不要出门。你开个价，你想要多少钱？钱？在你们这些有钱人眼里面，我们这些死穷鬼就只会要钱是吧？再多的钱换不回我妹妹跟我爸的命。你不要钱，那你想要什么？我要你跪下。金叔，不要对他下跪。不跪是吧？不跪，我就把他推下去喽。对呀，跪是吧？不跪，我就把他推下去喽。对呀，我跪。金叔，不要对他下跪。哎呦，华晨不可一世的权贵萧劲书在向我下跪啊！我现在跪了，你可以放我诺琳了吧？跪一下就叫我放人，未免太便宜你了吧？再给我磕几个响的，砰砰响的那种。金叔，不要听他的。磕不磕？诺琳，
我不能看着你身陷危险而不顾。继续。再可爱。现在可以放了茉莉了吧？现在可以放了茉莉了吧？放！你从那边跳下去，我就放了他。高瑞博，兔猫，这种失去爱人的滋味，你现在感受到了吧？杨若琳，我要你亲眼看着萧金树是怎么为你去死的。不要金属。高瑞博，这次我要说到做到。不要金属。喂。你要是敢跳下去，我会恨你的。你要是敢跳下去，我会恨你的。你以为你是在救我吗？你别再自以为是，你这是在一步一步把我往深渊里推。我自己年少无知犯的错，应该我自己承担。你为我伤一分，我的罪孽就会再深一分。你今天要是跳下去，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个世上？金叔，你要是真的爱我，就让我自己弥补过错。我要活得坦坦荡荡，不亏不欠。我此生的悲剧皆因高瑞博而起。如果真的要活出性命才能摆脱他，那我要跟他同归于尽。滚开！金叔，以后你要好好活着。醒了，月莲，3年了，你终于醒了，可把为父吓坏了。都发生了什么啊？3年前，高瑞国那个畜生要挟你，逼迫萧金书跳楼，你为了救他，和高瑞国一起跳楼自尽，这些你都忘了？金叔他怎么样了？你都这样了，他能好得了吗？刚开始他就像疯了一样，幸亏谢神医暂时保住了你的性命，说你还有苏醒的希望，否则他就跟着你跳楼了。好了，我的任务完成了，也该去打个电话汇报工作了。有劳谢了。我睡了3年，那这段时间都发生了什么事啊？高瑞博坠楼后当场身亡，你还存了一口气。后来警察调查的时候，在高家的院子里发现了高富贵的尸体。这高家人呢，真是让人匪夷所思。人呢，是你之前那个婆婆杀的，高瑞博和着一起葬了尸。那毒妇去年被判了死刑，还有那个小姑子，早在3年前也跳楼自尽了。高家这一屋子畜生，算是死绝了。自从我嫁进高家，我的人生简直像做了一场梦。好了，现在梦醒了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我看经叔对你是一往情深，这些为父都看在眼里，你呀就别再辜负他了，好吗？不是我不想要他，是我配不上他。我之前伤害过萧家，萧伯母是不会轻易接受我的。谁说我不会接受的？
谁说我不会接受的？谢天谢地，3年了，你可算醒了。你要再不醒啦，静书呀，可真的要疯了。孩子，伯母向你道歉。过去伯母对你有偏见，你为了保护静书，宁可抱着罪犯跳楼。这件事情对我特别的震撼。你和静书用命来相爱的对方，若我还固执己见，就显得太自私了。孩子，伯母不会再反对了，嫁给静书吧，你就是萧家的儿媳。伯母，傻孩子，改口叫妈了。好啦，别哭了，静书也来了，还等着见你呢。太来了。你怎么那么傻？你知道你这么做对我有多残忍？这3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？对不起，我当时太害怕了。你上一次车祸昏迷不醒，我吓坏了。我不能再失去你。你这个傻丫头，以后不许再离开我。我以后都不会再离开你了。好，我们结婚吧。我还有一个特别的礼物想要送给你。什么礼物啊？这是你的孩子，我当年救下他，将他从高家买了过来，因为他一直有着严重的先天性疾病，所以我没敢让你知道，怕你担心。不过现在他已经痊愈了，等他回来，我就让你们母女团聚。我的孩子，静书，谢谢你，真的太谢谢你了，这是我收到最好的礼物了。从今往后，我们一家3口好好的过。